这第69信，我这边展示的其实是第1信。其实我一开始想到的是说，将第1信的，因为第1封信是一个起始点嘛，然后它其实有第2信、第3信，一直到第68信，然后这些信件的影像，局部的影像都是散落在各地，甚至也会在神农街，然后也会在开线教堂。然后，如果就是我想要做的是说，如果观众可以透过这样子不同的四川曾踏过的土地，然后在县市再进行一场游移的话，那可能是贴近这个影像最好，或者是说去回头看这样的一个事件的最好的方式。但是，那是一个我其实的想象。然后，所以第一个落点在第1信，在这里。那当然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就是这个是我对施志成当时被藏匿在天花板的空间的那个想象。我必须要说，我不确定那个天花板的大小，但我很确定的是，施水环住的是日式的宿舍。那为了去寻找这个宿舍，我跑了很多地方。所以这个影像的内容，它其实与其说它是一个纪录片，倒不如说是我追寻施水环书信里面提到的这些所有最后所定落成影的一个结果。那至于为什么他要这样子观看，其实是因为我刚刚跟那个工作人员他们跑过来问我很多问题。他问很多问题是因为有观众问他很多问题。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子看，让这么不舒服？但其实这是故意的，就是说，我们其实很难去模拟，甚至去类比，就是一个人他藏匿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长达2年之久。狭小的空间对身体的压迫，其实是一个很具体的感觉。所以我希望能够观众在看的时候，除了是说是一个间接性的连接，施志成当时在那个身体在那个空间里面可能有的结果。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身体在观看影像的时候，很长时间是会浸淫在那个影像给出来的理解里面，它会没有身体感。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抬头看的结果，其实会直接的将你拉回身体自身去观看这个过程。然后另外就是影像里面，有几个演员，那他们其实也是，其中一个就是南里胡子，他也是一个艺术家。那我当时去找这些日式宿舍的时候，从北找到南，当然是我是先从台南开始找。那台南的猫村其实有一个连带的日式宿舍，然后其中有一间它就开的，我就走进去。所以你们在影像中看到那块红布，它是本来就在那里，不是我故意放上去的。那我去了那个空间很多次，虽然说它不是台北那个一街上面那个施水环可能住过的某一间日式宿舍，当然它一定已经被拆除了。那我想说，如果能够回到他出生的地方的某一处，去将这个我对他的某一种理解或回应生产出来，而这个生产不是去考掘某个影像，而是直接的去生产一个影像档。那是不是可以透过一些身体动作去做？所以我就要求那个南里同志说，你去想象一下，你被关在一个几坪大小的青岛东路的看守所里面，就几坪大小，而那个几坪大小其实要塞20-30个人以囚犯，其实你没有什么太多的身体动作。那这样子的身体感其实跟施志成其实是差不多的。施志成虽然没有被抓到军法处，可是他逃亡的时候、藏匿的时候，其实他早就被剥除了某种自由。那所以那个艺术家他就就请他在那个就是废弃的宿舍里面去做，去模拟或想象说，施水环他的信中所写的那些日常动作，他想要一个牙杯，他想要一个面盆。然后他的每一封书信都是告诉他母亲说，可不可以帮我寄食物过来，或一些布，他想要做一些裁缝，然后换钱给他的母亲，因为他会思思念念的就是主跟他的母亲。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信仰在他的这个书信往返的过程里面，其实已经不再是一个具体的重点，而是说，在他第68封信里面写到说。他其实没有写完，他的每一封信都会写第一信、第二信。他在第68封信的时候，其实写了一个字句，就是愿主的恩典降临在我们家身上。
然后根据我阅读这些档案资料的判断是，他写完后面留下了一大片的空白，可能还没写完的时候他就被叫了。那他被叫的，当时的看守所里面的囚犯被叫都是某某某，你有访客。其实有访客的意思就是轮到你要被枪决了。那时候司徒环信没有写完，他就被枪决了。所以那一大段空白其实才是最震撼我的，就是说空白之处什么都没有，可是其实你会听到枪声，你会看到很多他那个撕裂的主啊，或他的母亲啊，然后。所以我的第69信其实在透过这个空白去将他当时这些整个过程里面的一些信仰也好，然后无法被看见的东西等等去想，试图要让他被看见。他不是要重构某一段历史，而是去可能是尽量站在那个某一个他的生存的那个处境或平面上面去生产一些档案出来。所以原本这边。这个木箱除了这个隐晦的十字架之外，它本来会摆这个物件，但是我拿来之后再放，其实想很久。所以最重要的一个物件是我在台湾的老戏院，就之前我拍东西的时候捡到的那些底片。那这些底片我看着看着，就会开始想说，这些就是所谓的档案。可是这个档案在现实在被某一个我挖掘出来的时候，它究竟能意味着什么？所以我就将吃水环的书信全部都影印下来，然后用某个方式转移到那些老旧的底片上面，然后全部转，因为四传它除了书信没有任何的，还有一些照片，其实没有任何的具体的档案可以搜寻，包括我去康熙教会，直接走进去就抓了一个人说，你们这里是不是过去有一个长老叫做张长老？我甚至不知道那个长老的名字哦。可是他这三个字曾经出现在那个林月生，也就是当时帮助施水环藏匿他弟弟其中一个朋友提到过一次，然后我就想说去问问看，好，也许会有线索。那我就留了电话，结果约莫大概1个月，就是其实是前年还是去年的事情，我也搞不清楚。有一个张长老就打电话给我说，有人在询问施水环的事情，然后他就是那个张长老，这个张长老跟师母，这个施水环的母亲，其实，在施水环被枪决之后，他们还有一些联络。然后我就询问他一些事情。那这些东西其实，我后来决定说，不要将它记录下来，或者是说让这个线索成为我日后转化成某种影像的具体的指标就好。因为这个长老他声称说。其实他们这些受难者的家属，大部分都是不大愿意再去谈这件事情，或谈这个人。那你追究这个人当时做了什么，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他当时给我的一个很明确，可是我觉得很严厉的一个提问，就是对，那我去追究这些到底意义何在？所以其实，在做，虽然说我可以说，我其实只是要处理施水环的书信，就这么简单，书信本身就是可以是一个文学。可是更多的是我必须还是很战战兢兢的去处理关于一个国家暴力事件之下的一个受难者他的具体的位置。那这个位置是什么呢？可能就是剥除了某些具体形象之后，他的那个人，这个人是谁？他该怎么被召见？这个形象才是我想要真正讲的。所以在这里，这个空间就是回到我一开始讲的说，它没有一个具体的关于信仰的形象，可是我会认为它其实无所不在。